南域古家，什么小家族，没听说过。宗主之令，看来这二人是宗主的得意之人。另一边青云峰上，此时的风清扬正站在青云峰之巅，向下眺望着宗门全境。还真是一览众山小啊！俯瞰一下芸芸众生，随后想到了刚才的事儿，他轻蔑的一笑。血煞，哼，取本宗的人头，呵呵，那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随后呢，他笼罩而出的神念感知到了宗门外古家的姐弟两人的到来，和他们身前的黑帝一念之间就给黑帝传音了过去。而这一边，就在黑帝还在暗想时，一道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：带他们入外门。是宗主，没错了，你们两个小辈跟本地来吧。黑帝说完之后，就转身向着宗门内走去了。是，前辈。古玲珑二人说完，就紧随在前辈身后。这是仙家神帝吧？姐，这真的是外门弟子吗？为什么修为都如此不凡？应该是吧。前辈好像说这里就是外门区域。宗主到底是何等修为？我终于悟了，这方天地根本承受不住宗主的强大修为。宗主估计是把修为封印了起来，然后一步步解封。那越是脑补，三个圣王境强者就越是惊颤呢。哇，什么破雷劫，简直叨扰本宗雅兴！给你批你都不批，不就是之前薅了你一波吗？系统使用金色召唤卡。金色召唤卡使用成功，抽取中。恭喜宿主抽取到无极剑尊零无极，刻画中已具现。什么情况？难道又有强者降世了？等等，那是青云宗方向。啊，这是至尊，这是我们宗门的哪位前辈降临了？竟然如此强大！不知道，但是刚刚还有一位前辈在先锋上渡劫，这就又有一位前辈降临。宗门这是要有大动作吗？一剑袭来神鬼惊，一剑光寒照万古。吾之道，无极剑道；吾之剑，万剑至尊。吾乃无极剑尊。青云威武，青云威武！另一边青云宗中，风清扬注视到了这一幕，他淡然的道：剑种，这应该是自林白获得青莲剑后，剑种再一次出剑吧。而另一边，你既然选择了本尊，那本尊就带你重新征战9天，再现你昔日的锋芒。不一会儿，他们来到了外门长老殿。长老殿里3个外门长老正在商讨下一届排行榜的事宜。叶白察觉到有3道气息走到了大殿外，于是站起身来查看，就见到了走在前方的黑帝。原来是黑帝大人，不知大人亲自来外门，有何要事？本帝奉宗主之令，带着2人来你外门一趟，他们2人以后就是外门的弟子。宗主的命令。原来如此，外门长老叶白遵命。黑帝大人请回吧，之后交给本长老即可。那本帝就先行离去了。青云峰上，恭喜宿主完成招收2名天才的任务，奖励已发放。恭喜宿主获得金色召唤卡1张，恭喜宿主获得修为提升卡1张，恭喜宿主获得究极传送阵法1座。一次招收2个天才，只给这么点奖励？系统使用修为提升卡。风清扬话落，系统提示声随即响起。修为提升卡使用成功。这是我们宗门的哪一个前辈在渡雷劫啊？声势竟然如此浩大。那本尊就为你重新命名，就叫你无极剑。
片刻之后，剑尊林无极负剑而来，走到宗主风清扬的身前，然后恭敬地拱手道：“林无极见过宗主。”林无极是吧？你也是刚刚回到宗门，现在的青云崛起速度飞快，很多职位都已空缺，所以现在本宗受命你为青剑峰主。无极遵令，多谢宗主。终于有个叫血煞杀手组织的，要取本宗的头，你觉得该当如何？禀宗主，无以为。这等蝼蚁竟如此大胆，该当让对方鸡犬不留。好，本宗命你3日之内踏平血煞。宗主放心，吾3日内必定踏平这帮蝼蚁。你们3人去剿灭血煞其他区域的剩余分组织。谨遵宗主之令。另一边，中域地州不起眼的小客栈中，这里是血煞组织的一个据点。阴暗的房间里，蒙面人阴沉地坐在主位上。青云宗，来人，把那个什么狗屁圣地长老带过来。蒙面人沙哑着喊道。与此同时，在中域地州一处血气磅礴的小世界内，血色迷茫的阎罗殿中，鬼面阎罗阴沉着脸：一群废物，情报都提供不准确，本座养你们何用？阎罗大人，此事蒙面堂主罪不可赦，本圣建议即刻免除他的一切职责，并且押回组织受罚。本座不会轻饶他的。哼，青云宗，很好，敢和我血煞为敌。话落，一瞬间，磅礴浓郁的血气充斥了整个的大殿中。传本座法旨，派出天字号顶尖杀手剿灭青云宗，其余4域的各个分组织一同协助，能灭杀掉我们地字号顶尖杀手，对方至少都有圣王境的实力，必须派遣一位天字号顶尖杀手前往，到时候就是这个青云宗的覆灭之日。本座就不信这等东域宗门还能有至尊坐镇。不一会儿，一众的黑衣人被鬼面阎罗轰走，随后一个身着清凉衣服的妖艳女子从阎罗殿的后方走出，一上来就魅惑的道：阎罗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您为何生那么大的气啊？您消消气，奴家。消你妹！本座现在的火气很大。另一边，大人，我为何要对老夫出手啊？不是说3日之内来验货的吗？为何对你出手？你敢谎报情况，害得我血煞损失1名地字号的顶尖杀手，本座都得被牵连。大人，老夫没有。话真多。与此同时，中域的上空，一座巨大的漩涡凭空而现，随后阵法大门开启，无极剑尊更是从中负剑走出。他向下俯视了一眼，随后喃喃自语了起来：这里应该就是中域了。与此同时，血煞令发出后，中域神州一处禁地中走出了一个目光阴翳的枯手老者。阎罗大人的血煞令，东域青云宗。老夫也是好久没活动过了。至尊，奇怪呀，这天下没有任何大事发生，为何会有至尊出世啊？没想到啊，现在居然还有至尊亲自现身降临。不行啊，灭掉青云宗的事先放一放，老夫得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，竟然能使至尊亲临。至尊临世，速速去查看一番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神州超然势力天机阁，天机阁阁主诧异地望向9天之上。至尊降世，难道终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？另一边，神州玉清宫，玉清公主秀眉微皱，
这等10年，为何会有至尊降世？师尊？什么至尊啊？难道有至尊离世了？对，至尊在中域9天之上，你们2人的修为太低，所以感知不到。与此同时，9天之上，气势大开的剑尊林无极，磅礴的神念向着下方覆盖开来，随即天威一般的声音传了出来。吾乃青云宗青剑锋锋主无极剑尊，奉我青云宗主之令，降临中域，铲除挑衅我宗的血煞蝼蚁。哼，血煞的老鼠们，躲藏好了吗？本尊要开始找了。传本座令，速速去探查清青云宗是哪个大洲的地宗。另一边，血煞的天字号杀手那个枯瘦老者此时正慌乱地逃跑着。哎，这至尊的气息咋消失不见了呀？哼，你是在找本尊吗？另一边，虚空中一道浑厚炸裂的声音传来。什么？还在疑惑的枯瘦老者差点被吓尿了，随即拼命地向前跑去，头也不敢回。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，后方林无极破空而至，半步大道之韵充斥虚空，青衣飒飒，墨发随风飘动。9天之上，那强大的至尊境气息重新的爆发开来。呵呵，小老鼠没有藏好吗？让本尊找到了。林无极在虚空中负剑而立，眼中是充满了戏谑，随后的心念一动，就来到了数万里之外。另一边的虚空中，林无极降临在逃跑狂奔的老者身前。尊上饶命啊！血煞蝼蚁竟敢派出杀手袭杀我青云之主，哼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尊上，老夫知罪，还望……哎呀！轰的一下，爆成了血雾。这才多久，圣王境的大能就陨落了，终于要变天了。与此同时，血煞组织总部的小世界里，血煞的议事大殿里，10大阎罗强装镇定地坐在了一起。现在吾等怎么办？都怪鬼面，竟然敢招惹地宗。现在好了，我血煞要遭如此大劫。幽冥阎罗，你少说2句。现在主要商议的是吾等该当何去何从，至于之后的事，等挺过之后再说吧。怕什么？我血煞虽然畏惧他地宗，但吾等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我们还有地气，唤醒老祖和他们拼了。其余的9大阎罗相互的对视了一下，也是点了点头。不一会儿，血煞的一处禁地之外，10大阎罗全部都恭敬地站在那里，圣元之气喷薄而出，旋即10阎罗也是一同做出了一个晦涩的手势。我血煞今日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，特请老祖临世。片刻之间，一股浓郁至极的血气从禁地里升腾而起。谁敢动我血煞？与此同时，林无极也是飞渡虚空，来到了地洲上空。哼，找到了，原来藏在小世界里。哼，真是让本尊好找啊！剑来！话音落下，林无极背后的无极剑铮铮作响之后，自动地飞到他的手中。那凛冽的剑气随之而起，剑指血煞，随后的一剑朝着血煞的小世界的方向斩出。破！不好，快逃！不！此时一大片哀嚎声是此起彼伏。圣云，又是圣云！天哪！今日得陨落多少圣王大能啊！此时的虚空之中，10大阎罗都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好险呐！还好他们在老祖的身旁，要不然他们也是一样要魂飞魄散。老夫的血煞，
毁了，全毁了！滚出来！血煞老祖一声怒喝，他从下方的废墟中的阵法里祭出了血煞的地气，一把霸气侧漏的宝刀。地气，不错，这才有点意思。本尊这刚刚被宗主受命为清剑锋主，正好这把缴获的地气可以送给宗主，以表感谢。阁下就是覆灭我血煞之人。哼，废什么话，本尊最烦话多之人。无极剑，还老夫的血煞来，本尊要斩碎你！砰的一声，无极剑和斩魂地刀碰撞在一起，而另一边退了一步的10大阎罗都是心惊不已。鬼面，你为何不去帮老祖？事儿可是你的手下惹出来的，你还恬不知耻的后退一步，吾等休与你为伍。你想让本圣升天就直说，本圣退了一步，你们不同样也退了9999万步吗？另一边，地气在你的手中，简直就是浪费。本尊不陪你玩了，湮灭剑诀，诛！不愧是至尊呐，还没出几招就打碎这么大的虚空。你以为现在我们整个地州都被这2人搅得天翻地覆？嘘，祸从口出，至尊巨擘不可妄论。与此同时，林无极更是全力地运转起了湮灭剑诀，磅礴的至尊之力汹涌而出，无尽的剑意席卷开来。地气又怎样？本尊一念破之，此剑开天。怎么可能？啊！挡住！不，老夫是至尊，不能死！那破碎的虚空中，烟尘之中，一声惨叫声响彻过后，血煞老祖被这道强大的剑气直接斩碎了。不一会儿之后，他正要打开传送大阵飞身返宗，瞬息间又想到了什么，嘴角是微微上扬，转头一眼朝着亿万里之外的虚空中望去，无形的剑意降临而去。哼，是个小老鼠，挺能跑的。亿万里之外，中域的耀州，耀州在中域是属于下游大洲，这整体综合要比隔壁的地州还差。此时的虚空上，10大阎罗现身，仓皇逃窜。老祖都被青云的至尊一剑斩碎了，太可怕了。血煞总部中逃离出来的他们10个圣王境10殿阎罗。身为未来的诸天第一神宗，弟子少怎么行？现在主上的威名已经打出去了，请再次大开山门，招收弟子，有教无类，没有限制，招收5000名弟子，完成将获得任务奖励。啊！本宗正有此意，传本宗之令，10日后青云开山收徒。是宗主，要再次开山收徒吗？太好了，这下我们外门就有更多师弟师妹了。基尼太美师弟，先不要激动，快去修炼吧。要不然人家天赋好还卷了进来，我们不就成了师弟了？是啊，话说青剑锋的锋主真是厉害，一人一剑威压中域，至尊临世。我也是练剑的，2个月后一定努力挤入剑锋去。与此同时，青云仙城重磅消息，大家快来看啊！10日后青云开山，有教无类，诸君自便。苏兄，太好了，我们没有白来啊！早就料到了，我们家族和天机阁有点关系，我来之前去天机阁占了一卦，此趟必会遂愿。而人群的另一边，2道纤细的身影努力地挤住了最前方之后，看到了前方的那束符。轩儿，太好了，青云宗竟然开山收徒了，这下只要能加入其中，你就能和心上人成双成对了。还笑头打？念然哥哥，你还好吗？等我，轩儿来了。轩儿，
你那个青梅竹马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他真的是宗帝的内门弟子？对啊，等等吧，10日后我就能见到孽缘哥哥了。另一边，青云殿中的风清扬在传令完全宗后思索了起来。系统，给我兑换2个大帝。大帝境强者兑换有冷却期（括弧1个月），宿主可先行兑换1位大帝，待冷却期过后再行兑换。什么？这还有冷却期？那要是不行的话，就兑换几个至尊用用先。那好吧，先兑换1位。扣除100万位望值，兑换成功。刻画中，刻画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大帝境巅峰强者明月女帝。明月女帝，大帝巅峰期，可以。现在宗门有了2个大帝境巅峰坐镇，还有1位至尊巅峰，5位圣王境，高层战力这边够用了。现在就是着重发展弟子，然后完成任务，不断的获取强者。与此同时，青云宗的上空空间被撕裂，虚空破开，一道巨大的漩涡凭空而现，磅礴的地威从中汹涌而出。吾乃青云宗明月大帝。青云宗明月大帝，看来宗主是又有大动作了。我估计几日前无极前辈剿灭血煞后，是不是有地宗掺和了？应该不是，要是有地宗掺和，按照宗主的性格，早就派大帝境前辈杀过去了。算了算了，我们不要妄自揣测了，赶紧回去向宗主复命吧。黑帝，黑帝，谁？原来是宗主的护卫啊，这是回宗复命了。对，那我们3人就先进去了。不一会儿，这恢宏威严的青云殿中，明月迈着大长腿走进了大殿之中。明月见过宗主。风清扬向下扫视了一眼，很惊艳，和木水仙的气质差不多，那都是散发着清冷的气质。哎，这系统还是会来事儿啊，感觉他不做个大帝境侍女都可惜了。明月，本宗受命你为青鸾峰主，以后负责青鸾峰的事宜。明月谨遵宗主法旨。与此同时，中域上游大洲扬州，此时一处灵气充沛、超然世外的小世界里，这里是禁忌室里浮生阁的驻地。东域青云，没想到他们居然真有大帝坐镇，怎么这悠悠岁月都没有听过此等宗门呢？不过令老夫不解的是，一个至尊竟然把有地气的血煞都吐了。2种可能，要么就是此人也手持地气，要么就是此人的剑道已经出神入化。前者还好，要是后者就糟了。难道要再出一个青莲剑神？到时我等该如何抵挡啊？顾老放心，就算青云出剑神，也拿我们没办法。您还记得青莲剑神是怎么没的吗？也对，是老夫多虑了，有那位大人在，不必忧虑。对了，顾老，说起这青云宗来，我倒是知道1、2。说起来，这青云宗早就泯然于世了，那是数千万年前的中古时期，中古断层前，东域的青云大帝创建的地宗，不过数百万年前就断了记载，好像是大帝逝去，地气也不知所踪，被几场大战打废了。只是不知为何现在又重新出世，竟然还有大帝、至尊那等强者存在。不管了，其中可能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我浮生阁还是不要深究为好。这是让老夫同样不解的是，青云宗的大帝竟然没有参与那件事。算了，老夫又说远了。司晨，无欲弟子大比的事通知下去没有？对了，别忘了通知这个青云地宗。顾老放心，3日前，也就是青云至尊降临那会儿，我已经给众多势力传去消息了。青云宗那边也有长老亲自做传送阵而去了。那就好，没什么事儿你就退下吧，老夫要继续修炼了。司晨告退。与此同时，东域边界处，
一座巨大的传送大阵开启，一道气势不显的老者从其中走出，青云地宗。而另一边恢宏磅礴的青云殿中，明月女帝刚走片刻，3道身影经禀报后走进了大殿。孤独求拜吾等见过宗主。妩媚吾等见过宗主。波峰吾等见过宗主。以谨遵宗主法旨，铲除了血煞残余分组织势力。办得不错。10日后就是我青云面向大陆开山收徒之日，等到时弟子多了，本宗就封你们3人为核心长老。多谢宗主赏识，我等一生只为青云而战，为宗主而战，只要宗主法旨降下，我等莫敢不从。与此同时，浮生阁的长老在9天之上一路飞遁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青云宗的所属山脉，就见到了一座直通云霄的天梯。他微微的惊讶了一下，继续飞行。喂，干什么呢？你还敢闯我青云宗？给本地滚下去！什么？黑帝见到来人被碾压下来，迈着6000不认的步伐，是缓缓地向他走去。你这小辈，为何如此不懂规矩？我青云宗这一片禁止御空横渡，你还想闯我青云？等等，这怎么越看越眼熟呢？您是不是黑帝前辈呀？你也听说过本地的故事？大圣境中期，也没啥特殊的地方啊。中域浮生阁，他们来我青云干什么？禀黑帝前辈，我在我们家族历上见过您。10万年前，我们家族的某一位老祖见过您一面。由于崇敬前辈您，所以就载入了家族历中。你是说那个谁呀？原来他是你们老祖，确实和本座有一面之缘。说起来，本帝刚刚也算是救了你一命，要不是本帝阻拦你，你现在已经被我青云的大阵绞杀的渣都不剩。你闯我青云有何事？要是不诚实道来，可就别怪本帝翻脸了。黑帝前辈呀，老夫是奉了我们阁老之命，前来贵宗奉上邀请函的呀。另一边，青云殿中的风清扬也用神念察觉到了这里发生的事儿。邀请函？什么东西？我青云和浮生阁又没关联，他们还特意派长老把东西送上门。检测到这条支线任务不错，现在是本系统的了。现在发布另一条新任务，宗门在1年后的5域弟子大比中拔得头筹，完成将获得丰厚奖励。这也行？1年后5域弟子大比，这么说来，这个老者送来的就相当于大比的入场券。想到这儿，风清扬用神念传音给了黑帝。无准了，让他进宗。算是你的荣幸，我们青云之主准许你入宗了，跟本帝来吧。多谢地主，多谢黑帝前辈。威严肃穆的大殿中，风清扬端正地坐在主位上，闭目养神。宗主，人已带到。那黑帝恭敬地拱手说道：浮生阁长老墨海，见过青云地主，吾奉我阁阁老之令，为贵宗献上1年后5域弟子大比的邀请函。本座知晓了，1年后我青云弟子降临中域。那地主黑帝前辈，吾就先告辞了。风清扬点头示意了一下，黑帝就带着老者走出了青云殿。待那老者走后，妩媚走上前去，呈上了请帖。吾闻青云人人如龙，强者无数，天骄众多，特发此帖，邀请贵宗参与1年后5域弟子大比。浮生阁阁老古尘。这阁老也是会说些奉承的话，一切只看1年后了。
与此同时，南域天妖禁地乌压压地汇聚了不下上万头的妖兽，不过都是些3阶4阶的妖兽。灰暗压抑的禁地中，这些妖兽都是整齐地匍匐在地，身体都忍不住地颤抖，好似前方有什么大恐怖一样。凑齐了，终于可以复活伟大的妖帝大人了。此时这3道身影正站在祭台高处，一个阴翳瘦小的老者模样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妪，还有一个孩童般大小的男子。还是大人的布局稳妥，妖族能有今日，全靠大人的英明。哼，那些龙族的蠢货竟然说不屑与我等为伍，待本尊复活了妖帝，就将他和人类修士一样碎尸万段。这血珠来的可真是不易呀！我妖族谋划了数十万年，今日终于得逞，用数十万年时间才吸收足妖兽和人类修士的血气。时间差不多了，黑幽，让他们开始吧。是，祭司大人。复活吧，妖帝大人。封印结界破，妖帝大人该苏醒了。啊！本帝终于重现天日了。这是帝位。天哪，这是怎么了？又一尊大帝现世了。不对，你感受一下，这妖气滔天，是妖帝临世啊！此时青云宗青云大殿，风清扬听到了这道沧桑古老之声时，立刻向着南边望去，深邃的眼神好似是跨域看穿了一切。妖族妖帝，希望你不要招惹我青云。在宗门内，正打算走回山门处的黑帝，刚刚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，妖族竟然还有妖帝临世。本帝记得中古时期过后，妖族地路已断了呀，难道和本帝所想一样，这都是那些强大妖族所为？与此同时，这老祖殿中的李青云同样是若有所思。另一边，天妖禁地内，深渊中的地威散去之后，一道遮天蔽日的庞大身影从里边飞出来。此时他正用猩红的眼睛俯视着祭台上的3道化形大妖，那滔天的妖气夹杂着磅礴的地威，充斥着整个的禁地。吾妖族现任大祭司拜见妖帝大人。那血红色的大口张开，把还没反应过来的妖族化形老者和老妪吞入了血盆大口。随后呢，黑蛟化形成为了一个身着黑衣、满脸煞气的中年男子。现任大祭司，吾妖族已经如此弱小了吗？一个小小的至尊，竟然都能成为大祭司，真是可笑。禀妖帝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自中古时期一场大战，我们妖族惨败后，就地路断绝，再也没能出过一尊妖帝。我也是通过中古路才得知您被封印在这片禁地里，用5大血珠吸食了1亿万生灵才击碎封印。那本帝问你，今夕是何年？禀妖帝大人，现在是荒武历88486年，距您所在的中古时期已经过去了数千万年了。啊！如今竟然数千万年都过去了吗？青云大帝估计已经被时间所逝去，那么他的道统青云宗就等着狠狠接受我的怒火吧。本帝问你，现在妖族现状如何？禀妖帝大人，现在我妖族包括我在内，有3个妖尊，20尊圣妖王，数十尊大妖，100尊圣兽，各阶妖兽不计其数，并且终于一些强大的妖兽势力都听从我妖族的调遣。弱，太弱了！曾经强大的妖族，竟然沦落至此。现在在妖帝大人您的带领下，我妖族必会再次崛起。哼，
待本地统领妖族，把那些该死的修士统统杀死。对了，还有该死的青云宗，本地问你，你可知青云宗这个势力？青云宗？禀妖帝大人，这青云宗是东域的一个地宗，好像最近才出世，宗内有大帝和至尊坐镇。青云宗竟然有大帝坐镇，传承数千万年的地宗，底蕴估计已经很恐怖了。传本地令，让众妖族来南域朝拜本地，覆灭五域，先从这里开始。谨遵妖帝大人法旨。南域的禁绝山脉中，一声巨大的嘶吼声过后，无数的妖兽从山脉中狂暴地奔袭而出，踏踏踏的踩地声地动山摇。妖兽，怎么那么多妖兽？救命啊！100万上品灵石奉上，谁来救救我呀？不要啊！疼死老子了！快送狗！片刻之间呢，南域的每个角落，每个大城，都不间断地受到了妖兽潮的袭击，阵阵惨叫声冲天。这妖兽的震天嘶吼声同样是不绝于耳。一时间，南域13州局势动荡，生灵涂炭。驾，美味的鲜肉，美味的鲜肉！今天就是我妖族卷土重来之日，给本圣杀！10尊大妖化为本体，磅礴的大圣气息冲天而起。与此同时，南域望州、古家，诸位，我等究竟该何去何从啊？难道我南域就要如此沉沦了吗？那能怎么办？妖族太强大了，简直不是我们南域可以抵挡的。妖族有妖帝坐镇，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强大妖兽。估计中域那些人正在商量对策吧，希望不要抛弃我们南域呀。抛弃？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。你们别忘了，东域中国断层。那怎么办？要是我南域也有地宗坐镇就好了。地宗？青云地宗？古家和苏家的家主是同时一震，他们二人对视了一眼。古家家主轻轻地开口：不如我们投靠青云如何？投靠青云？全凭古家主做主。那好，本家主这就传讯过去，指望地宗救我南域。与此同时，外界南域沦陷的消息已经是传开了，众修的看法不同。可恶，难道就要让妖族趁虚而入吗？青云有大帝呀！小小妖族也敢猖狂！共灭妖族！战！北域传出了数道惊天怒吼之声，无数道的身影自北域而飞出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只超度世人，看来今日要超度一下妖兽了。与此同时，天妖禁地啊，还不错，多亏了这5个血珠，在本地吸收之后，体内的道力竟然恢复不少。妖帝大人，那血珠是我妖族筹划了数十万年才得成的，自然有这些效果。本帝让你说话了吗？小的知错，还望妖帝大人恕罪。下次再犯，你就不用活着了。对了，本帝问你，现在龙族怎么样了？禀大人，龙族现在很弱小，整族都龟缩在北域北海的龙宫禁地里。玄金黑蛟，大地境后期，数千万年前被青云大帝封印在南域天妖禁地，被妖族用5个血珠破开封印所出。此时已攻占南域，计划踏平龙宫后再踏平青云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老祖李青云，青鸾峰主明月何在？老祖殿的李青云和青鸾峰上的明月女帝听闻宗主之令，大地境气势升腾，刹那间就撕裂空间而来。不知宗主传唤我等有何吩咐？
老祖，那条地境妖龙你可还记得？地境妖龙，禀宗主，老夫记得。想当年那条地境妖龙在东域兴风作浪，跟老夫搏斗数月后，被老夫封印在南域中。此条妖龙竟然还想染指我青云，把参与的妖族全都覆灭吧！谨遵宗主法旨。刺啦的一下，虚空被撕裂开来，随后直接就撕裂空间而去。1日后，龙族那些爬虫还不出来面见本帝？这是妖族？什么？妖族来我北域了？什么？妖族攻破我北域了？谁敢来我龙宫闹事？嘿，还有龙族的爬虫没有登场呢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待杀光这龙族，那龙宫、祖龙宝藏全是本地的囊中之物。妖帝阁下，为何要羞辱我龙族？我们龙族和你们妖族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吧？羞辱你龙族？嘿嘿嘿，你龙族就是该死的爬虫，羞你又如何？本帝想陪你们多玩玩，要不然就你们这些蝼蚁早被本帝通通碾死了。本帝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，只要你们把祖龙的宝藏全部交给本帝，本帝保证不犯你们龙族丝毫，否则，哼，欺龙太甚，我龙族宁死不屈。龙族，随本族老杀敌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如此弱小也敢轰击本帝！哈，呵呵，好玩，那本帝就陪你们玩玩。呵呵，这么低的温度，是在给本帝取暖呢？吾等不干！朱雀，且听龙吟，龙族要完了。本帝修行这么久，还没尝过龙肉是啥滋味呢。住手！你不就是想要祖龙的宝藏吗？本公主给你。公主殿下，您不该出来的。我等愧对龙帝呀，就连他的女儿巫族公主都保护不了。不行，我等拼命也要守护龙帝大人唯一的血脉。你先放了我龙族族人，本公主就带你去找祖龙宝藏。族老，我等会儿会把这妖帝引入祖龙秘境中，然后通过自毁秘境和他同归于尽。你们现在快走，等待我父皇归来后，东山再起。哦，祖龙宝藏，本帝如何相信你？本公主是当世龙帝嫡女，龙青，自然知道祖龙秘境在哪儿。要是骗你，以你的实力，再行覆灭我龙族也不迟。好，不过你当本帝都和你龙族一样蠢吗？擒了你这个龙帝之女，还怕那些龙族高层不乖乖交出祖龙宝藏吗？你不好，保护公主殿下！孽畜，数千万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么喜欢兴风作浪。数千万年不见，何人能等本帝数千万年？不对，竟敢骂本帝是孽畜，本帝要撕碎你！除本帝者，死！本帝乃青云宗老祖，青云大帝。本帝青云宗青鸾峰主，明月女帝，奉我青云之主法旨，前来诛杀妖帝。而另一边，青云宗此时已经是夜朗星稀，外门弟子苏夭夭和古玲珑、古剑凡在外门区域散起了步，微风轻抚着少年少女的脸颊，他们此时的心情也是无比的惬意。再有1日时间，就是我们青云再次开山之时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压力啊？在这样强大的宗门，压力肯定时时刻刻都会有的。都是年轻嘛，谁会甘心差人一等？我就佩服那些内门的师兄，一个比一个强大，都是凭实力升进去的。不过等到下一次定吧，不出意料，我们都会进入内门的。但愿如此吧。这次开山估计宗门里会涌入更多5域的天才，那时竞争会更猛烈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吧，
改日我们抽时间一起回南域一趟。那明天见，姐。明天见。明见。与此同时，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此时妖帝的心中那是无比的震惊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，你这孽畜不认得本帝了？本帝怎么说南域毫无你这孽畜的气息？原来是跑来攻打龙宫来了。这要是放在数千万年前，龙族还处于兴盛那会儿，你这孽蛟是一个屁不敢放吧？本帝还记得你是想要加入龙族，被人家嫌弃赶出龙宫的。可惜大地境的妖兽，可惜人家都看不上